我所在的那个看守所有钱也买不到方便面，所以在这里边有一门生意，一包方便面可以口一次或者局一次。在中低端服装产业，任何国家都会倒在中国的脚下，大部分的订单实际上会拿到监狱来做，从早到晚要保持几秒钟一件的手速，受伤了都不能停下来。踩平车用右脚，踩靠边机用左脚，2只脚都坏了就去做熨烫。监狱也会付一点劳动报酬给犯人，像我这样的短刑犯，1个月20-30元购买牙膏沐浴露。呼吁全世界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中国真的会因为监狱人手不足而增加抓人的指标，所以只有共产党这个没人权的国家让犯人干这个事儿。这个节目估计会颠覆很多人的三观，接触的人来来去去，这些故事可以变成一本书。跟大家念念观众来信里边好玩的事儿，就是那个当年在上海一带开这个教培公司开老大的，最后进了监狱，无非就是恩怨情仇。世界上所有的恩怨就是背叛性、权力与金钱交织在一起，他就进了监狱。他19年进去之后呢，资产归零。现在出来之后，在东山再起的故事。出来那个发誓要润出来，润之前呢，问我是在国内再做一个 idea， 做出来一个商业模式再出来，还是马上就出来？我给他当时建议就是，你先把你商业模式做好，做个 demo 跑通了，然后你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出来，你就斩断了你国内所有的联系，你就不要惦着你能做出来什么事儿了。就是你国内的事儿啊，你除非在这儿重新创业，比如说贾跃亭他造不了车，比如说王金洲他就做不了资本，就是因为你不可能遥控另一个国家的事儿。那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说什么呢？就是他给我写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坐牢的见闻。他不是被判了4年半嘛？他是个企业家老板进去坐牢，那他经历了一些什么故事呢？讲讲我们这个老总，我们叫 C 总吧。C 总呢，在这个监狱里的这个见闻，我呢就给大家念信为主，咱们共同分享。因为咱们都没，大部分的观众都没坐过牢吧，而且我的有些观众朋友，尤其是我的企业家观众朋友，在国内的，你们很可能在未来的2年会坐牢，或者在3年会坐牢。那你们看看这个东西，也有个心理准备，真的坐牢之后，你们会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啊？话不多说，老王兄您好。感谢您回复我的问题，您的回复说服了我老婆，我党不会留下什么明显的漏洞，但凡是假释缓刑、取保候审的，甚至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就是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护照就会被没收，而且都要被边控。当年我公司的外国人也是被边控的，一个都跑不了，最后是一个一个的拿来抽筋剥皮，清洁溜溜的回国。我的护照，你知道现在中国为什么国际形象这么差了？都他妈把在国内教英语的老师清洁溜溜的剥皮抽筋回国。我的护照在假释出来之时就已经被注销了，而且假释期满1个月之后才能申新的护照。假释期内人身限制也是非常严的，相当于在家坐牢，只能在家相妻教子，做一些设计工作。工作呢，我倒不是在大厂，而是在稳定的外企，论市值比大厂还要大。嚯，那牛逼啊！我在欧洲的生意是往国内进口什么设备，都是意大利产的。我也在推广中国平替的设备。我相信宿命，历史是个轮回。我的爷爷解放前进城做过学徒，那时中国经济其实挺好的，绝对是比解放以后好。他开了家服装厂，成了资本家，最后被批斗而死，工厂也成了国有。那个破逼厂子现在还在。我奶奶埋了一箩筐的银元，就凭这筐银元让6个孩子都读完了高中。我最小的叔叔还是个遗父子，本来我们家都不会忘了这件事儿的，但是一是我们没有亲眼见到亲见亲历，再加上我那个某某校友以及他的继任表现还不错嘛，让我们对形势产生了误判。我弟弟生意做的不是很大，所以他还是安全的，但我也告诉我弟弟不要再努力了，保持一个30-50个人的工厂规模还是挺稳妥的，到了我这个规模就要应节了。他深以为然。老王说的对，要做成事儿，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事情还真做不成。我锁定1年之期，并不是我只花了1年就能做成，而是这1年内可以自由走动了。其实从在看守所算起，我已经规划设计很久了，从假释算起也有1年半了，剩下的事儿应该是水到渠成。产品是可以销往全球，走入每个家庭和公司的，完全可以在德州生产，就是担心成本会比在国内高，应该差不多吧，因为德州现在这儿人工也挺便宜的。而且现在看到国内产业萧条，正是大有所为之机。之时完成全产业整合，只需要在苏锡常和南通就可以了，2小时经济圈。软件部分可以拿到美加来开发，一是制衡国内的部门，二是用来做移民。另外，贾跃亭的案例也给了我教训，如果贾不是避祸到美国，如果还能留在中国，法拉第未来是有可能成的。老王的点评很精辟，中国人不睡觉，但是他一回到中国就会判个无期。如果不是资产被清零，谁愿意火中取栗刀口舔血呢？
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啊，这个老总啊 ，C 总，苏锡常地区的这个全产业链整合能力真的是全世界第一啊！所以你把这个，我的建议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接触一些那边的老板在往外挪，你把这个挪好了以后，真的就是德州、加州啊，你找一个好州，跟你这个 match 的州，你呀就是 parts 都可以 made in China， 然后你在这儿组装，然后贴这儿的牌子就是 design and made in USA， 就 OK 了，这就是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好了。我写这封信，希望能通过您的频道让世界知道，一般服装的国际贸易，外方是要来中国验厂的。这时候，中方贸易公司会带外方到正规的工厂参观拍照，检查机器设备和物料来源。这个环节讲究一点的，中方公司真的有采购的正规工厂，不讲究的，干脆就是借个工厂来参观。即便是真的有厂，产量占比也是非常低的。你甚至可以验到墨西哥的厂，拿到中国来生产。大部分的订单实际上会拿到监狱来做，因为监狱工厂的成本会让真正的服装厂经营不下去。我所服刑的监狱，厂方提供物料，加工费用一件沙滩裤1.7元人民币，一件牛仔裤2.3到3.5元人民币不等，平均2.7块。啊，这位老哥，这可不是很久以前的数，就是这2年他刚出来的嘛。大家想想，一个牛仔裤2.7块人民币的加工费，那正规工厂，全世界的还活不活？所以只有共产党这个没人权的国家让犯人干这个事儿，这是好吧？衣服从 T 恤、衬衣、冲锋衣、夹克、西装到阿拉伯的长袍，最贵的给8块钱一件，这就是淘宝5元包邮、9块9包邮、19块9毛9包邮的基础。一条20-30个人20-30道工序的流水线，一天的产量是沙滩裤1700到2000条，牛仔裤1000到1700条，从早到晚要保持几秒钟一件的手速，受伤了都不能停下来。只要人还没有倒下，踩平车用右脚，踩靠边机用左脚。踩平车的如果右脚抽筋儿或者痛风了，就会马上安排去踩靠边机，2只脚都坏了就去做熨烫。一天下来人是累瘫的。监狱也会付一点劳动报酬给犯人，像我这样的短刑犯，1个月20-30元购买牙膏、沐浴露。混到管理岗位的，比方说流水线的线长啊、质检啊、机修、会计等，高那么一点，1个月能挣100到300。当然，能做到那些岗位的，必须是10年以上有经验的。目前世界公认的服装代工厂，价格最低廉的斯里兰卡工人工资1个月怎么也得有个150到200美元的吧？而在中国，不算看守所啊，监狱关押着超过600万劳动大军，这还不算新疆关着的200万。在这么大体量的劳动力基数上，我甚至不敢去计算全国监狱1年的服装产量。如果西方没有采取保护人权的政策，在中低端服装产业，任何国家都会倒在中国的脚下。中国也从来没有想过进军高端服装生产，这些都是血和泪的控诉。我希望老王能够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吁全世界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中国真的会因为监狱人手不足而增加抓人的指标。服装行业真的是全世界对中国的集体犯罪。哎，这是共业呀，这是共业。沃尔玛的那个服装啊，你看美国沃尔玛 Target 的那个便宜服装，我们加拿大的那个 Superstore 的便宜服装，估计全是这么来的。要不然怎么可能20-30件，20-30美元一件衣服，这么多年，这不合理嘛？你这么一解释，那还是10倍的利润，那中国连20-30人民币都没有。关于中国的新冠疫苗，我再补充一个支持点：刚到监狱的时候，遭受了一场疫苗的活体检测。那一天，警官宣布，监狱人员密集，由于党的关怀，决定优先给全体罪犯免费打新冠疫苗。因为疫苗资源稀缺，社会上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疫苗，这体现出了党对我们的关怀。为了避免社会上的嫉妒，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家里人自己打过疫苗了。然后自打那天打过疫苗起，整个监狱的人都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大部分的人的症状是皮肤上出现了紫癜，而我的症状是眼结膜出血。很明显，这是一次活体实验，剂量给足了，给大了。疫苗在随机的无差别的攻击身体不同的部位，有的人体质好没有发作，有的人发作在身体的内部，有的人在前体表。我属于非常不幸的，发作在了眼结膜，幸运的是没有影响到视力。之后隔1个月又打了一次，前后一共给我们打了4次，后面的3次就都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了，说明剂量已经调小了。再过了几个月，我才收到家人来信说外面在大规模的打疫苗。在中国，每个村头都会徘徊着一个低能儿，至于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我至今无法理解。在我们看守所也不例外，每个看守所总会关着几个低能儿，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和看守所合作的医院会给他们一个精神鉴定报告。看守所的逻辑是，有些人智商一会儿130，一会儿110，那么这个就是精神不稳定，是精神分裂，是精神病，是可以免于坐牢的。但是这些低能儿智商一直70，非常稳定，所以他们没有精神病，不是精神病，那就是
可以坐牢的。这就是真实的中国逻辑。听起来真的是很负能量。我本来想做一个这个开心的节目啊，心智不健全的观众朋友你就不要再听了啊，会对你们产生不好的负能量。我进监狱的起因是因为有反骨仔，一个外籍员工带了10几个老外到外面单飞，他不懂中国人办事的方法，关系没搞定，结果自己进去了。进去之后牵连了我，这里就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被人肉出来了，那就不读了啊。关于淘宝真实的繁荣，我在看守所一起关过的有个哥们儿，我们叫他于某吧。这个于兄弟开了家淘宝店，生意一直不温不火，饿不死也活不起来。后来他发现卖一双鞋只能赚几毛钱，但是如果客户退货承担运费，他能从快递公司返利1元多。于是他灵光乍现，专门到浙江和福建一带的鞋厂收尾货和次品，以9.9块包邮的价格瞎卖，然后等着别人退货。1年下来就挣个几百万。直到有一年的双11，他鞋子不够卖了，于是他仗着越来越大的渠道优势，欺负鞋厂，将不是次品的好品，但是只过季了的鞋子也强制批发下来，当做次品卖。但这位兄弟玩的有点过了，各种房子、豪车花销有点大了，拖了尾款也不给供货商结算，于是几家要不到款的鞋厂就将他告了。在中国，高买低卖属于诈骗罪，但是尾货又不在此列，所以就是一个薛定谔状态。他在某个看守所待了9个月，最后根据证据被法院判定为无罪释放，因为他和这些鞋厂是好几年的进货关系。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那就你太小看中国的公检法了。就在他开开心心的走出这家看守所的时候，另一个城市的警车等在那里，就将他直接给我送过来做了同窗好友。在这里他就直接认怂了，签了认罪认罚协议，判刑18个月，在第2家看守所坐满9个月，开完庭直接放回家了。毫无疑问，这位于兄弟是心术不正的，他坐牢是因为他懂法律，拖欠尾款是属于民事案件，但是人家只要花点钱，再花点手段，就能让你民事变成刑事案件。从他这里我大开眼界，知道了淘宝的虚假繁荣，淘宝迟早会被人掀掉底裤的。拼多多无需退货直接退款的模式就打在了淘宝的7寸上了。这又给我们开了个眼啊！他妈的退货从公司拿这个退货补贴，从快递公司拿返利要超过他卖真货的收入，所以他干脆就卖他妈烂货等着退，钓鱼啊！这是造成淘宝的虚假繁荣啊，给我们开眼。然后就是你说这小子就是跟你做同窗狱友，那小子被人家鞋厂送进去了，人家是看来他是把人家得罪死仇了，人家是必须让他进去，所以他就进去18个月，也算上一课吧。所以做人要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凡事都不能做到极致啊，不能做到绝对，不能胜天半子，胜天半子你就没命，就这么简单。至于刑事民事，在中国就是薛定谔定律，是你只要得罪的人比你道行高，那他妈民事变刑事；比你道行低，刑事转民事啊，民事就啥事没有了。哎，中国的法治就是拿性，就是都是党领导的嘛。那么党是谁呀？所以这就是封建那一套嘛，就是甚至还不如封建王朝啊，其实可能比封建王朝的时代还要退那么一点，因为封建王朝无耻的很明白，现在是包装成了一个法治的现代的外衣，所以它是更加无耻。接着念啊，关于毒品在中国的泛滥，这个话题就有点沉重了。在中国，越是不发达的地方，毒品的普及率就越高，越是低学历的人群，毒品的普及率就越高。特别是冰毒和麻果、棉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缉毒警察，一切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你让这些蠢货去破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养猪，他们会和当地的贩毒黑社会搞关系，约好每年上供的金额，然后等到上面要毒贩指标的时候，他们就会让线人供出一定数量的小虾米、小鱼顶账判刑。这也是为什么看守所始终保持着一定固定比例的毒贩的原因。被供出来的小鱼小虾多半是那些早就洗手不干的小毒贩子，要么就是内部看着不太听话的二五仔。即便是不同同伙之间互相拆台，一般不会影响到主要的毒枭成员。被抓的都是小喽啰，还有相当大的一类就是无辜的长途汽车司机或者快递员。而关于中国底层吸毒的，特别是刚入社会的低学历人员，吸毒的比例高到吓人，这也是我坚定的准备润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个恐怕大部分观众都不知道的，无论是在国外的还是在国内的，可能大家都真不知道。3、关于基建狂魔的最底层，我不知道其他省份是怎样的，在我服刑的省份，民风相当彪悍，承包商这个级别的基本上是洗白了，但是施工方的竞标方式相当血腥。竞标的时候，每家公司会在内部进行动员，抽
抽生死状，抽中死签的，用刀或者枪去干掉对方的某个高管或者老板，或者断手断脚，然后公司会厚上那一家人，让他的老婆孩子这辈子衣食无忧，安排当事人跑路或者坐牢，刑满的直接升级成为高管，这样的建筑质量您可想而知。这个细节是翟小鸟翟老师没说过的，翟小鸟只是从中国偷工减料、钢筋混凝土的这个质量上分析中国楼大概30-40年会塌，但是如果要是这么拿来的标的话，我操，那估计塌上加塌，所以真的是不要买高层啊！哎呀，不是买高层，人家得有钱呀。4、关于死刑犯的器官捐献，这个我就不细讲了，网上已经有很多的报道了，我也就见过几个死刑犯，但无一例外，他们都签了器官捐赠协议书，这是他们对家人做的最后一点贡献。这个我知道，所以我跟我那个朋友不跟他来往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就操守特别好，他是个特别好的心脏外科的主刀医生，是在北京城出了名的。我们喝大酒的时候，他跟我喝多了说，他说老王，我有一点，我觉得我比他们都强。我说您怎么了？他说我有底线啊。我说不贪污吗？不是。我说你这行业也没有什么机会，你是个医生啊，心外医生，你有什么底线可言？他说你不懂啊，跟那个移植有关系，我不做，只要是移植的，给多少钱我都不去。所以这等于是交叉印证嘛，说明中国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器官移植第一大国就是这么来的，它建立在无数人的血泪基础上，那他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这个买卖这么繁荣，那伤害能低吗？只不过你看不见而已啊！中国世界最安全，你他妈没发生到你身上，没发生到你家孩子身上，你就最安全。接着念啊，再讲2个官抢民的案例。金龙鱼某分公司的面粉厂，某公安局长做局，强制将那家工厂的股份转到其情妇名下。那家老板和其儿子都被关进了看守所，但是那位老板也不是普通人，他也是上边有人的，只不过有点过气儿了，就通过关系办了保外就医。他儿子依旧被关在看守所。这位老板也是个狠人，出来就跳楼了。这下出了命案，性质不一样了，案件变成了国家督办大案。最后的结局是他儿子保住了家产，公安局长坐了牢，市领导全部调职撤职。官员犯罪异地羁押原则，我有幸就目睹了这个异地的案子。哎呀，这个企业家真是个刚强人啊！我操，以自己的死去换儿子和家产，这是命刚的人，哎，真是佩服！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胆量，为什么不早点在这个猪肉香肠工厂工作的这个猪，为什么不在自己长那么大之前，能够还穿越这个窗户格这个栅栏缝之前润了呢？润了不就得了吗？你看看，最后要自己跳楼才能赢，就是舍命赢这一局。好了，接着念第2个案例。某县级市的一个企业家，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剧本，换了名字和事由。他家承包了该县级市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属于当地数1数2的企业家和人大代表。这位老板却非常低调，每天都会半夜亲自拿个大扫把将客运站打扫得干干净净。60多岁，身体还很硬朗，依旧是新上任的公安局长。本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则，依旧是抢家产，把一家老小通通关进去。理由是由于当地只有一个客运站，汽车票价由他定，进场费由他定，大巴挂靠费由他定，属于强迫交易罪。他们一家羁押的时间比我还长。我被判刑的时候，他还在坚持上诉。通过这些案例，让我明白了，在中国要想过得好，只能小富即安，大了就要应节。6、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监狱里边政府官员特别多，我就碰到过2个曾经的法官，这里不提他们的案件，转述一下其中一位经过的事情。这位法官是上过越南战场的，越南人和我党一模一样，不讲规矩，喜欢伪装成农民打冷枪。我党在牺牲了一波人员之后，改成了日本人一样的3光政策，而且将工厂设备全部搬空了，直到现在越南都没有恢复元气，跑题了。言归正传，哎，你这跑题跑得好啊，这事儿我知道，因为我爸他们65军也去越南了，就是4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那是3光政策。咱们解放军还有最后1光，就是搬光，撤军的时候全搬光了。4光政策。言归正传，这位法官转业回来之后就进了司法系统，做了个职员，后来一直干到了法官。曾经办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83年严打，国家给他们县里发了个指标，要枪毙10个人，但是他们找来找去就枪毙了4个，完不成任务，于是就到监狱里面提人回来重审，提回来6个，也就是一点点的小罪，但是全把人家毙了。就因为在越南杀过老百姓，有开枪的手艺，他亲自参与了枪毙犯人。他在监狱里经常忏悔，认为坐牢是给他的报应，真的是这样。
另外，在看守所里面有件事儿，大老王一定感兴趣。我所在的那个看守所有钱也买不到方便面，所以方便面就成了稀缺资源。哎，这个事儿是纽约布鲁克林看守所啊，怎么在中国也是这样啊？有的能量比较大的在押人员可以托关系让警官带1-2包进来，所以在这里边有一门生意，一包方便面可以口一次或者局一次。我去，哎呦，太恶心了！我是直男，我不认为口一次和局一次是收费吧？我操，是等于自己赚了吗？那不亏了吗？我去，被男人口啊，太恶心了！哎呦，想想都恶心，这个顶我嗓子眼儿，这个。继续爆料：7、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在中国，假冒伪劣商品不是高仿阿玛尼之类的，高仿任何商品都不构成假冒伪劣商品罪的认定。相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卖的可能都是真货。在中国，烟草属于我党专卖，这是从我党起家就开始垄断的一门生意。中国的烟草属于配额制，比方说中华，国家给上海一定数量，配给安徽一定数量，但是安徽的卖不完，上海的不够卖，就会有人从安徽将卖不掉的偷运到上海来卖，再将上海卖不掉的便宜货运到安徽去卖。这些销售编号不在规定区域范围的香烟的销售行为，就构成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一般买烟的店都是固定的店，如果卖的是真的假烟，很快会被顾客尝出味道来，你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而且烟草专卖的资质也是不大容易申请的，所以现在卖的假烟一般都是这种配额之外的真烟。还有一种，一般是中国人或者台湾人在越南生产的假的中华，被查获后也不叫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叫做贩卖走私香烟罪。再说一个走私的国家级现象，在中国沿海一直都有着走私柴油的传统。为什么是柴油呢？主要是日本和台湾等地的炼油厂炼出的汽油和柴油都是天然有一定比例的，汽油在他们本国都只是供求平衡，但是大量的柴油他们就用不掉，这些柴油呢就以很便宜的价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给中国的走私船，进价3块多，拉到公海分装到小艇上4块，小艇再卖给沿海地区的柴油车主卖5块，而3桶油的价格都是8块以上，这就是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原因之一。而沿海各地政府是知道这个事儿的，但是官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只是任务以来抓几个典型的倒霉鬼，这也是缉私警创收的一个渠道。还有个好玩的事情就是看守所里我遇到过一个人，罪名是偷渡。2020年疫情，一艘打渔船10几个船员吧，因为疫情口岸封控，国家不让靠岸，就一直在海上漂，因为是打鱼的吃没问题，但是漂着漂着水就用完了，国家不让靠岸，不让补给，结果他们就求助台湾对岸的台湾同胞。台湾人是比较人性化的，虽然也不让他们上岸，但是好歹给了他们补给，补足了淡水和其他物资之后，继续在台湾海峡漂。后来油都没有了，就停下锚，接着停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后来眼看台风要来了，他们也跑不了，因为没有油了，他们就打电话给亲戚，坐小艇偷偷将他们接回来了。那时候防疫很严格，我们在看守所坐牢，外面的人在家坐牢，哪里多出来一个人被瞧得一清二楚，所以那个哥们就被抓进来和我做了同窗，就补充这么多了，加起来足够做一期节目了。这个节目估计会颠覆很多人的三观，接触的人来来去去，这些故事可以变成一本书。这是 C 总给我们提供的中国看守所监狱的鲜活的猛料，其实也是事实啊，只不过大家可能没有接触啊，没有这个人生经历，会觉得比较 shock 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呢，其实就是有备而无患。如果你要是企业家或者企业家的家属，你要知道大概骑的这个路子啊。公检法有多黑？中国的公检法为什么大老王一再说军警线特别好人？公检法没有好人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不是好人待的环境，他只要达不到法治社会三权分立，他只要是人治的独裁的，公检法就没有好人。从50年代他就没有好人，不要以为毛泽东时代有好人，那个时候你以为那时候有好人，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你什么都不知道而已。好了，今天我们就不白话了，祝大家过个愉快的周末，再见啊，弟兄们再见，记得点赞啊，拜拜。